妈，这啥呀？哎呦我，你这段时间你是太累了，梦着啥了？是咋的了？这给我啊！怎么了？不，你刚才睡觉之前吵着自己饿了吗？我这不在那边给你做菜呢，最后一个菜马上出锅，赶紧行，盹儿出来吃饭啊！这喊你起个床，还给我吓一跳，这。你这地儿澡堂子改的呀？不错呀，啊？不是你进去之前告诉我赶紧换个安全地方，这地儿你来时候还没看着吗？曲径通幽，固若金汤。哎呀，我先来个精神食粮吧。那你可搂着点喝啊，那个劲儿大。哎，啊，咸淡正好，尝尝啊。来，哎，看个东西啊，大胖小子，前两天送他们娘俩的时候拍的。哎，一会儿发给我啊。哎，让他们娘俩受苦了。红爷，你要是惦记的话，我再折腾一个，把他们娘俩接回来，到时候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绝对安全。只要你不担心亚楠住我这事儿揪不上。行了，别开玩笑了。来，你这一段跟峰哥见着没？反正有空你去看看他，跟他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他最近状态不好。啊？你俩还讲着啊？未来这段时间呢，长风刑侦支队这关老师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啊。我哥暂时先不参与了。就你哥那一摊，你自己能盯得了吗？盯得了吗？了吗是谁呀？了啊！我还告诉你，我这刚一上岗就帮他们破了一案子。那你自己给破一个案？那你你等，别自己喝呀，这杯得敬你啊！神呢，关老师，活干了啊！喂，这个什么呀？就是小周重新查张小红工位的时候，在他抽屉里发现了。里面大概意思啊，就是说高栋也是自愿把他那套别墅的另一半产权赠与张亚红。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那关于这个张亚红失踪的资料，向阳那边怎么说？他们已经送过来了。那行吧，那赶紧发动这个全队的资源，把人找出来。人我们已经找到喽。这么快？赶紧的，会会。你不是要会他吗？啊？张亚红，你确定这是张亚红吗？都上了京港的头条新闻了。告法医，你不需要留在现场吗？
情况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脖子上的指压痕迹应该是被掐死的，也就是机械性的窒息。根据尸体可见裸露的皮肤上尸斑的移位情况来看，这并不是第一现场。不过抛尸时间跟死亡时间应该相差不过2-3个小时而已，而且尸体被海水泡发的腐烂程度，死亡时间应该是3到5天之前。关大神探，这次可能要趴菜喽。我先帮他们把尸体抬回队里啊！说说，有什么想法？啊，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高磊杀人抛尸。当然，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也可能不是他干的。要不还是等尸检报告出来再说吧。高磊开车爬了个坡，是不是就是为了把尸体运到这儿来抛尸啊？在返回的路上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去。这也说得通啊，为什么120把他送到太平间的时候身上没有车钥匙？那高栋现在什么情况？高栋2月19号入了境，现在人在京港，但联系不上。我们已经做了边控申请。我不是找你茬儿啊，我们的案子虽然也在往前推进，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这话是不是在暗示我，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关洪峰？我想的是破案，人命关天。你不觉着现在案子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吗？可是你说过，只要是案子，就总能找到突破口。天总有亮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傻站着干瞪眼啊，总得有人把这口子挖出来。晚1分晚1秒，凶手都有可能掩埋证据，都有可能逃跑。这个人只能是你哥，关洪峰。我去那边看看。周旋，你跟关洪峰到底在捣鼓什么？啊？高磊的案子还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怎么现在突然又冒出个尸体啊？你们想上热搜啊？是不是不想干了？啊？还是没拿我这个橡皮图章当回事啊？我告诉你，现在局里面领导电话我这都快打爆了。再给你2天的时间，赶紧给我查清楚。
不然给我卷铺盖一条走人。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你说呢？进来啊！快！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是因为在吴征的案子上，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知道的，这对我而言，不仅是丢官罢职那么简单，很可能有坐牢的风险。但是现在凭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我只想尽快的挖出幕后黑手，不管是现在的高磊的案子，还是林佳音被害的案子。佳音的死已经证明了这些黑恶势力开始向你们动手了。你和你哥现在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只有尽快的查出真相，才能尽早的结束这一切，你才能堂堂正正的走出这扇门。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从现在开始，你还是以前的关宏宇，你哥还是从前的关宏峰。你们兄弟俩配合好了，黑白交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等天黑，你哥回来跟你交班。周迅，把这带给他。
关队。关队，关老师，这个高洞患有霍奇金淋巴瘤，无论这个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都要做定期的放化疗，甚至要进行全淋巴照射。只要找到类似的病例，就有可能找到高洞这个人。比较困难，我已经询问过了。高东是在美国治的病，基于医患保密原则，就算我们把电话打到大洋彼岸去了，人家也不会透露什么的。关队，刚要去找您，这个是张亚红的临时实践笔记。他回国以后就不需要定期的治疗了吗？他在国内有没有固定的住所？有，但是一直在对外出租，从来没有回去过。关老师，月亮湾的别墅我们也已经查过了，酒店登记呢？我们已经把高东的身份信息登记录入了。但凡他是持身份证登记入住酒店的话，我们这边都会得到反馈的。没回家，也没住酒店，身份证登记的联网信息根本就没露过头。再加上他身上有这么一个随时有可能需要治疗的病，人会在哪儿呢？医院。关老师，我立即排查全市所有3类甲等医院，还有以及拥有同级别治疗条件的私立医院。不需要排查所有的医院，他这个病需要精密的放疗，对设备要求很高。缩小范围，只查进口过 GE 和 Market 这类设备的医院就行。麻烦你帮我列个清单。没问题。老关，我去上个厕所，你也不等我会儿。张亚红实验报告有新发现吗？张亚红的死亡时间确定是2月18日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吧？我以我的职业做担保。按这个顺序排查，我处理他。哎，你等我一会儿。哎，老关，师姐，你有没有觉得关老师和之前又不一样了？要去哪儿啊？去趟南京岛。我跟你一块儿。哎，不用了，这个事儿你交给小孟去查吧。你好几天没休息了，找个地儿睡一觉。行，哎，好。哎，老关，这个给你。走了。哎。告法医，我去送个材料。你抢什么笔记本嘛你啊！我不给你都不行，生拽你的。现在是不是只纹6个人名的都不知道啊？师姐，你有没有觉得关老师和之前又不一样了？
睡着了没？哎呦，别提了，我一闭眼啊，脑子里全是监控。你那个，是，哎，师姐，哎，咋了？之前周哥不是让我查213无证案的物证箱吗？我又查了一遍那个缺了一把手电的包装盒，上面呀一点痕迹都没有。你不觉得特别奇怪吗？这你说会不会是凶手在拿走手电之后，为了避免留下痕迹，所以清理掉自己的指纹了？应该有这个可能。关键这现场附近我都看过呀，从吴正家门口到小区附近那一片呀，都黑灯瞎火的。而且呀，案发当晚是大年30，大家睡得都挺晚的。那凶手就这样拿着手电出去了，那不是很容易暴露自己吗？一旦那个人是不见光会死呢？额叶癫痫，感光性癫痫的逆反应。说白了，就是晚上不见光不行。记得再小点声。感光性癫痫逆反应。关队，通过 SIM 卡的初步核实，已经确认是张亚红的手机。不过现在内存卡跟手机内置硬盘都损坏了，我们还在尝试进行数据恢复。抓紧时间。好，还有这个，高磊的手机也已经破解了，这是18号到20号所有的通话记录。不过除了跟张亚红联系过，还有一个手机号码多次出现，就是这个手机尾号3678。经核实，我们确认它就是高磊的弟弟高栋的手机号，19号到20号多次出现。不过这个手机目前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哎，那马上到啊！哎哎，关队，玩呢，王在楼上呢，赶紧的。宝儿，哎，师傅啊，哎，这是高栋主治医师这边。哎，你好，你好，人什么时候找着了20分钟前。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哎，您看看就知道了。啊？他这个状态有多久了？一直都这样。
高先生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太好了，下了飞机就直接过来了，因为事先有预约，所以立刻安排了治疗。第2天，高先生的病症也有了缓解。不过从第3天开始，高先生好像突然对放疗的反应非常大，不但一直呕吐，而且还伴有一些惊厥的症状。所以我们就给他用了镇定剂。昨天晚上情况一度危机，连升压泵都用了。医生，霍奇金淋巴瘤这种病症是不是特别罕见呀？这种病其实在中青年人当中比较常见，而且也比较有希望治愈。但是像高先生这种病情恶化的非常快，我总觉得是因为他的个人意志消沉，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能不能检查一下他的随身衣物？还是要经过患者本人的同意。等镇定剂的效力过了之后，你们亲自问他吧。他住进来这几天有没有离开过医院？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以患者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哎，你好，我这发现你们这医院不装监控了。是这样，像我们这种私立医院，一般比较重视患者的隐私，像病房这种涉及患者隐私的地方，我们是不会装监控的。如果高东要是醒了的话，麻烦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哎，老关，咱们接下来怎么着？去方桥地铁站，再看看监控。好。停一下，往回倒。停。放。你们看这个人走路，感觉好像左腿有伤。刚才在医院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高栋左腿膝关节以下也是装了牵引的脚程，而且这监控里这人所穿的衣服，好像跟高栋病房里的衣物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是高栋。哎呀，要这么看的话，假设高栋知道高磊杀了张亚红，愤怒之下，很有可能逼死了自己的亲哥。当然了，也不排除是意外或者是自杀什么的，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你觉得呢，老关？在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高磊是他弟弟逼死的情况下，任何可能都存在。这儿。好，我知道了啊。张亚红的手机数据恢复了。从那天起，我一滴酒都没沾。现在说什么都晚。就像你说的，你跟小东就要等你结婚了。但是小东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我现在就想求你别把这件事告诉我，不要再刺激他。我不想看到小东因为这件事而病情恶化，知不知道？那我想这样，我明知道他生病，我还想嫁给他，而且他也允许我这么做，那就说明我们两个是真心爱着对方的，高磊。所以无论那个人是不是你，或者是别人，我都会在结婚前跟我的另一半坦白的，不然我真的心里过不去那个坎。我觉得
只有说出来，我们今后才能毫无保留的彼此信任。信着我下去，你太偏执了，你知道吗？这样，在他明天下飞机之前，咱俩把这事儿一定要有个了断。就算你有说，我跟你一块去跟他说，咱们当面我对面我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一面之词了。好。奇怪，如果张亚红已经预知到自己的死了，那他最应该在和高磊见面的时候录音啊。可现在为什么只有这一段录音呢？哦，可能是因为他的财务工作的职业习惯。张亚红的手机设置了通话自动录音，他的手机里其实有很多段通话录音，但是跟高磊的就只有这一段。这已经说得很明显了啊！高栋和张亚红在一起之前，高磊对张亚红实施过强奸或者是猥亵，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两个人谁都没跟高栋说过。直到高栋和张亚红真的要结婚了，张亚红不想再保守这秘密了。哎，这下高磊急了，趁弟弟回国之前，得拦下张亚红这个念头。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高磊的车后备箱里发现一份被团成一团的房产赠与承诺书。他就是想用房子堵住张亚红的嘴。我们大致可以还原一下高磊杀害张亚红的案发现场。张亚红，那套房也给你，财产转移证明我都开好了。小东的病经不起打击，你让他好好活着不行吗？就是因为小东时间不多了，难道我要骗他一辈子吗？你想要什么呀？我问你，你想要什么？我现在为小东把什么都给你了，我他妈现在是穷光蛋了，你想逼死我们俩吗？啊！不是想要为难你，我只想对我的丈夫彻底坦诚。我会把这些都告诉他。嘿，你干什么去？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小东受不了刺激，你别逼我们俩行不行？我这么好好活着，我们跟他活到现在不容易啊！你不要再逼我们了，行不行啊？小黄，别再逼我们了，我求你了，不要再逼我们了，行不行？啊，逼我们！小黄，小黄。不管是出于主观的故意，还是意外失手，高磊杀了张亚红，并且把尸体运到了蓝鲸岛，意图抛尸。抛尸的过程还算顺利，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意外。知道他生病了，我还想嫁给他，而且他也允许我这么，那就说明我们两个是真心爱着对方。到现在为止，只有说出来，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后才能毫无保留的彼此信任。说什么我都会这么做，而且我也希望在我说出来之后，他能自己做什么，所有说出来，那就说明他也是真心爱着对方。所以，高磊第一次被送到太平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现钱包、手机、证件或者车钥匙这类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把这些物品全都留在车上了。
我们在他手心上发现那个类似于被玻璃划伤的伤口，很有可能就是他砸手机的时候不小心留的。折腾这么大一圈，现在和太平间的监控也就算对上了。高磊爬出冷藏柜，偷了一件白大褂，溜出太平间。老关啊，只要你一上了道，这屁股就跟坐火箭一样高。 实在是高。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基本上就得靠推测了啊。我们假设呀，高磊回到了蓝鲸岛啊，找到了他的车，而且把现场足迹清理干净了。高磊是后半夜回去的，因为实际上这夫妻俩没有真正见过面，所以他爱人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天早晨，高磊起来之后跟没事人一样又去上班了，直到第3天的晚上，也就是高栋回来的第2天。让这点行不行？你问我，我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地铁隧道里面的死亡是出于自杀、意外。 还是胁迫性自杀。是吧？你猜怎么着？这跟你说多少次了，稳重点！你这老一惊一乍的。你猜怎么着？我不猜，说。高磊的车钥匙找着了。哪儿找着的？就在枫桥地铁站进站口旁边栅栏里啊！经过比对，发现上面的指纹除了高磊的，还有他弟高栋的。行，走啊，师傅。哪儿去？吃饺子去啊！我看你长得像饺子。那抠缩的。小周，我去趟西关，高栋醒过来随时告诉我。行嘞。 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眼，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 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意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 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几点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
接受，因为我爱。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但是我接受，因为我爱。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没有幻灭，闭上眼，光仍在眼前。或许没有明天，但是我接受。